如果你看过 Defender、She-Hulk、Invasion 之后，很想问问 Marvel 你到底在冲啥小的人，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这部可以说是 Marvel 的救世主 Loki。虽然 Tom Hiddleston 不知道为什么在里面一直用一种超级用力舞台剧的演技在演出，让我很出戏以外，其他大致上的剧情真的是非常不错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努，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阿努帮你看系列 Loki。最近这部终于完结篇了，我也知道很多人发了 Loki 完结篇的解说，但我就比较叛逆啦，我就偏要做第一集。在开始之前，别忘了订阅我们，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在 Loki 的第一集里，起点设定在 Avengers 终局之战里面 ，Loki 被抓之后，偷走宇宙魔方，直接瞬移开始。看到这一幕，不得不佩服 Marvel 这个梗真的铺了有够久。不过这个梗等等再讲。总之，故事从这里拉开序幕，整个故事线以一个多重宇宙的概念展开。开场出现一只倒挂在一滴水里爬行的小虫，用来暗示 Loki 过去的傲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 Avengers 的第一集，他曾经一脸北蓝样的说 An ant has no quarrel with a boot. 没关系，因为很快了，这个自大狂就要被打脸了。Loki 在沙漠里迫降的场景，感觉有点像在致敬钢铁人的第一集 Stark 迫降的镜头。很巧的，其实这两个人有非常多的相似点，两个人都是自大狂，所以接下来的走向应该也会跟钢铁人差不多，就是一个被迫好好面对自己，跟自己和解的故事。当然还有他们的 daily issue。 Loki 在戈壁沙漠醒来之后，突然被一群穿着黑衣装甲看起来很像士兵的人包围，最后被这个黑人女士揍了一拳之后带回 TVA 总部。其实这一集真的蛮爽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一集是在帮我们观众打的，毕竟 Loki 在各个系列中使坏使到真的很欠打。在第一集里，基本上我们就是跟着 Loki 一起了解 TVA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像是里面的人不断的介绍时间守护者有多么的伟大，神圣时间轴有多么的重要。当 Loki 被拘留的时候， TVA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很平凡的办公室，但是不平凡的是，办公室的每个工作人员面对 Loki 这个曾经对 Avenger 造成巨大威胁的超级坏蛋，可以说是完全不屑一顾。工作人员们都是面无表情的在问 Loki 问题，相反的 Loki 的脸上却总是挂了一副你到底在攻杀小啊的脸。例如当他命令柜台人员好好保管宇宙魔方的时候， Can you at least tell me what it is? It's the Tesseract. Be very careful with it. Sounds dumb. 或是要他签署一份确认文件的时候， Please sign to verify this is everything you've ever said. What? 甚至原本在 Marvel 宇宙堪称 SS 级的宝物无限宝石，在这里都只是拿来当指证的小东西。透过角色间的对话，可以了解到 TVA 的强大力量，以及 Loki 有多么的不重要。要怎么比喻这个等级的差距？大概就类似 Loki 是一只 TVA 早就非常习以为常的小飞蚊，根本不用多想就可以轻易的一掌拍死。也就是说，所有那些我们熟知的超级英雄跟超级坏蛋，在我大 TVA 面前全都是蝼蚁。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他们工作人员的服装、说话方式，还有办公室里夸张的大红橘配色、装潢跟物品，其实可以联想到他们是在暗示这些人是极权主义的拥护者。例如从他们对话可以看到，所有事情的出发点都是守护崇高的神圣时间轴，所以对这些人来说，其他任何时间的分支都是垃圾，不值得存在。听起来有点霸道，不觉得真的很像极权主义的国家吗？可可。总之，这个组织主要负责管理神圣时间轴以外的时间异常。什么是异常？简单来说，我大 TVA 说你异常就异常。例如这个来自2012年的 Loki， 他脱离了本来的时间轴，这时候 TVA 的瞬息战警就会出动去抓这个所谓的变体，然后重新设定时间轴。你可能会说，不对啊， Avenger 那票人不是也常穿越来穿越去吗？这里要解释一下， Avenger 的穿越跟 Loki 也不太一样，因为 Loki 这样一搞，基本上是弄乱了历史，把他自己从本来应该要跟着走回阿斯加的那条路弄没了。虽然 Avengers 当初拿宝石的时候也搞了一些时间轴的分支，
但其实那只要归还宝石到原本的时间轴，那些分支就会消失了。不过 Loki 没有归还，还试图搞事，这就让他成为 TVA 很不爽的一个存在。但其实你们知道吗？时间轴的重新设定，讲好听一点是重新设定，但其实只要发现其他分支出现，瞬息战警就会出动，不问理由删减那条时间分支上所有的人事物，也就是说所有的存在都会被格式化。所以基本上前10几分钟的剧情主轴就是透过这些人的对话，用各种明示暗示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间守护者伟大的计划里，超级坏蛋 Loki 完全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在这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Avengers 终局之战的剧情，也就是前面提到真的很佩服 Marvel 铺了这么久的梗，让 Loki 有机会在这边说出他闻到2个 Tony Stark 的古龙水，还指责都是 Stark 随便穿越时空才让他拿到宇宙魔方。但实际上当时他没有真的看到 Tony Stark， 只能说神不愧是神，这个 Stark 不过就是有几个臭钱的凡夫俗子。Loki 根本不用眼睛看也知道他在搞事，而且在审判时，法官 Ravonna Renslayer 直接告诉 Loki， You ridiculous bureaucrats will not dictate how my story ends. It's not your story, Mr. Laufeyson. It never was. You have no idea what I'm capable of. 其实就是在暗示这些时间守护者们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而且是比 Loki 还要高等的神。我觉得白话文就是，就算 Loki 真的这么坏，也是有个更强大的力量批准他这么坏的，厉害哦，直接跳出来吸仇恨。不过我觉得时间守护者的论点也有点像是世界各大宗教常常说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定局，你各位蝼蚁都给我闭嘴，不用想对抗命运。而且你们不觉得这法官的位置真的超高了吗？他们想用这个夸张的高低落差来暗示在座的各位辩题，你各位都是低等下人啊。接下来呢，既然这部影集叫 Loki，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洗白他。在过程中可以看到各种主要的角色透过嘴炮跟谈话来重新塑造 Loki。你懂的，要洗白一个超级坏蛋其实相当不容易，所以这里出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TVA 的分析师 Mobius。他的想法与一般的员工不太一样，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像是他愿意相信 Loki， 也不像其他人一心只想要解决他。在这边介绍一下 Mobius 这个角色，在漫画里他的原型是 Marvel 的漫画编辑 Mark Gruenwald， 他在现实中是一个 Marvel 非常重要的记忆体，在80到90年代负责维护一海票 Marvel 宇宙琐碎细节的连贯性，这真的超厉害的。鱼脑如我，大概下午已经忘记今天早上吃什么了。在漫画中 Mobius 首次登场是在 Fantastic Four。 有趣的是，在漫画中 Mobius 的设定就是 Mark Gruenwald 的克隆人，所以在剧中扮演 Mobius 的 Owen Wilson 也打扮得很像 Mark Gruenwald。不过跟漫画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在第1季中我觉得 Mobius 的设定比较像是一个长期观察 Loki 的 Marvel 迷，作用是代替观众发问 Loki 你为什么这么坏啊？透过他跟 Loki 的相处过程，不断的各种嘴炮跟深度交谈，一步一步带着观众，也就是我们放下过去，原谅 Loki。 Now, why don't you tell me, do you enjoy hurting people? I don't believe Do you. you enjoy killing? I'll kill you. What, like you did your mother? 简单来说 Mobius 就是洗白小队长啦。不过这部影集让我最不解的地方就是为什么 Loki 要这样一直甩头发，是想证明英国男人可以不秃头的是吗？在剧情大概主要都介绍完角色跟重要的资讯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把一个大魔王塞进来，因为一部成功的英雄电影不可或缺的就是一个强大的大魔王。跟着剧情的推进，在前2/3的剧情我们不断的被洗脑TVA 有多强大，所以要怎么让大魔王更强呢？就是让这些力量超级强大的瞬息战警出任务的时候无缘无故直接被去世，这样就可以直接点出大魔王有多强，连 TVA 都无法控制他，都要惧怕他，而且还让这个所谓的首席调查员 Mobius 为了这些案件看起来很苦恼，最后不得不征召了 Loki 来追捕这个大魔王。不意外的，这个大魔王就是 Loki 的另一个变体，也就是 Loki。
最后结尾在完全没有露脸的另一个变体，让节奏继续保持神秘感，让观众想继续追下去。这部影集我觉得基本上不太像其他 Marvel 电影，相对来说是一个完全可以独立存在，不需要在看之前进行大量的做功课或是大量的补看其他电影。不过就像我前面说的，剧情不错，是 Hiddleston 这次的演戏真的让我非常出戏，反倒是 Wilson 他就还是一脸 Wilson 的样子。印象中他好像演什么电影都这样，从我第一部认识他的世界末日啊、婚礼终结者啊、门当户不对系列之类的，总是会在他脸上看到很熟悉的表演方式。不过我看他们两个互相嘴巴真的蛮好笑的啦，还好这次大 Marvel 没有让我失望，不然我真的会把 Marvel 跟 DC 画上等号。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发生这件事，不然阿努的宇宙就要毁灭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订阅、分享、点赞，下次见，拜拜。